今天要对比的两台设备是索尼新出的旗舰手机和它自己品牌的全画幅相机。为什么要对比这两台设备呢？因为索尼每次发布新手机的时候都会配上这样的宣传图，那这就让人浮想联翩了。那它的手机跟相机比到底怎么样呢？那今天就来对比一下。老规矩啊，开头还是先投个票。那大家觉得索尼的旗舰手机跟它的相机比完全堪用，打1；如果觉得根本就没法用、没法比，打2。前段时间索尼的高管说，到了2024年，也就是我19岁的时候，手机的画质将会超过单反。我也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这人比较鸡贼啊。他说的是单反，不是相机。毕竟单反已经淘汰了嘛，现在都是无反时代了。那24年的事儿咱先不说啊，咱先说眼前。那么旗舰手机跟全画幅相机比会怎么样呢？那毕竟索尼新发布手机的时候都会用这样的图来做宣传，这让我非常好奇啊。那介绍一下今天的对比设备：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 以及我们的拍摄设备索尼 Alpha 7 Mark III 加上2470 GM 镜头。那么在正式对比前呢，先是鼓励摄影环节。每期呢，我们都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拍得不好，抛砖引玉，主要是为了激起您对手机摄影的兴趣。前面的照片呢，就是这台手机所拍摄的，希望您也可以喜欢手机摄影。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最新的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 和全画幅相机 A7M3 加上2470 GM 这套镜头的影像区别。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 后摄是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还有一颗光学变焦的长焦。那每颗镜头的参数我都列出来了啊，不知道参数的朋友可以暂停看一下。那 A7M3 相机的硬件参数呢？它的感光器是全画幅的，像素是2400万。那在很多朋友的眼里呢，像素的区别还是次要的，主要是画幅大小的区别。那从这张示意图中呢，就可以看出来，全画幅相机的感光器面积确实比手机的要大很多啊。那搭配的镜头呢，就是2470 Grandmaster， 它是一颗恒定光圈的光学变焦镜头，从24焦段光变到70焦段。在后面的内容中呢，我们用简称啊，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 简称手机。A7M3 加2470 GM 简称相机。那上来先解决第一个疑问，解析力的区别。第一个疑问是，手机的RAW格式跟直出的 JPG 在解析力方面有没有区别呢？那先从颜色上说啊，RAW格式如果不调的话，确实有点难看啊。那相比之下 ，JPG 那边稍微好点也没好哪去，所以得稍微调一下。那既然都拍了RAW格式了，调一下也是应该的嘛。调节的方式很简单啊，就用 Camera Raw 打开RAW格式或者 JPG 都可以，然后点一下自动就可以了，程序会帮你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色彩。那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呢，你可以稍微再调一些其他的选项。那简单调整之后呢，两张照片看着顺眼多了。那解析力怎么样呢？放大一看，还别说，真是RAW格式的解析力稍微强一点点。这还真不是个例啊，我对比了其他的主摄拍摄的效果，都是RAW格式稍微强一点。但您还别高兴太早，现在是超广角的RAW跟直出 JPG 的对比，在解析力方面，这回是直出的 JPG 解析力更高。那光学焦段的 3.5 倍怎么样呢？在解析力方面，依然是直出的 JPG 解析力更高啊，还挺明显的这个差距。而且这都是按1次快门生成的RAW跟 JPG 格式。
5.2倍光学焦段的效果也没有反转，依然是直出的 JPG 解析力更高，这都是按一次快门同时生成的 JPG 跟RAW格式。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用的是 Xperia One Mark IV 这台手机，如果你追求解析力的话，除了主摄，其他的都用 JPG 直出就行了。那下面就进入手机跟相机的对比了。先说一个手机的优势啊 ，Xperia One Mark IV 这台手机是有超广角镜头的，等效焦段16毫米。那么在视角上呢，明显比2470那边要更广，这是一个视角的优势。那现在看到的是手机的主摄跟2470的最广端24进行对比。在解析力方面，你还别说啊，差距不是很大啊。一开始以为相机那边的优势会非常大啊，优势肯定是有啊，但没有想象的大。那换一个更能看清的场景啊，还是24端的对比，在解析力方面确实还是相机的清楚，但是优势真的不是很大。虽然说2470 GM 的最大光圈是 2.8， 但是白天我用的都是 5.6 啊。那具体为什么呢？说起来的话就很多了，很长了啊。但是你们可以理解为来模拟一颗狗头在 A7M3 上的表现。现在看到的是手机的85焦段，也就是光学焦段 3.5 倍，跟镜头的70焦段进行对比，在解析力方面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啊。那再远一点，手机是 5.2 倍啊，这也是它的光学焦段，等效125毫米，跟2470 GM 的70端进行对比，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啊。解析力的区别咱们看完了，下面咱们看RAW格式的色彩深度的表现啊。咱们还是先说手机，先看这张图。这个是手机直出的RAW格式照片啊，亮部已经过曝了，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RAW格式的本事就是可以保留更多的色彩深度信息。那么用 Camera Raw 打开文件之后，只要稍微调整高光啊，就可以把亮部的细节再还原出来。那相比之下 ，JPG 就没这本事了。现在看到的就是同时拍摄的 JPG 照片啊，它的亮部细节也是过曝的，但是无论你怎么调节，亮部细节也是出不来了。那现在是手机跟相机拍摄的RAW格式的对比啊，现在是没有调整的啊，可以看到亮部细节都是过曝的。那现在就是微调之后的了，不管是手机还是相机，经过微调之后，亮部细节都可以找回来。你看现在就是调整之前跟调整之后的区别啊，差距是不是非常大啊？这就是RAW格式的本事啊，不管是相机还是手机，RAW格式都非常厉害啊。但是我用其他手机在这个场景用 JPG 直接拍了一张，就是默认设置直接拍啊。效果就是这样的，你们看出区别了吗？那看啊，这是手机跟相机RAW格式不调的效果，这个是调完之后的效果。那可是其他手机用 JPG 直接拍一张，那就是你用RAW格式调完之后的效果。你说这气人不？这尴尬不？那如果说啊，我不喜欢这个效果，我就喜欢高反差的效果，我就喜欢过曝，那没问题啊。细节丰富的照片可以很轻松的调成高反差的效果、剪影的效果，但是细节不丰富的照片，你想给它调丰富了可就难了。其实用索尼的手机啊，直接拍也有这个效果，关键就是你得用 Basic 模式，不能用摄影大师的 P 档、S 档、M 档这些去拍，因为 Basic 模式是有多帧合成的，而摄影大师模式 P 档、S 档、M 档虽然说可以拍RAW格式，但是它就一帧，它就全靠感光器的动态范围来撑着啊。所以用 Basic 默认模式拍出来就是这个效果，如果你想用RAW格式拍出来就是这种效果，回去还得调。那题外话说完了啊，咱们接着看索尼的手机跟相机RAW格式的区别。现在这个场景呢，就是一个大光比高反差的场景。那两台设备拍摄的RAW格式都还可以继续加工的。那加工之后有没有区别呢？有的啊，明显是相机的噪点更少啊，而且解析力也更高。RAW格式白天的表现已经看完了，那咱们看看晚上的表现怎么样？还是先看大光比的场景啊。现在是手机跟相机RAW格式的直出表现，可以看到它们的亮部细节都是过曝的，但是在调节能力上还是有区别的啊。那先看手机的RAW格式的表现啊，亮部细节是过曝的啊。你以为RAW格式是可以调出来的啊，但是无论怎么调，亮部细节都不会再展现了啊。但是相机的RAW格式在这方面就好很多了，虽然说亮部细节看起来也是过曝的，不过它的文件中包含的从亮到暗的层次信息是非常丰富的，稍微一调啊，亮部细节就可以展现出来，而且暗部细节提亮也不会有过多的噪点。那现在看到的就是手机跟相机的RAW格式微调之后的效果。那简单说呢，就是相机的RAW格式更好啊，但是如果你用手机的默认模式，就是 Basic 模式直接拍的话，就是左边的效果。亮部细节跟暗部细节都很丰富，你说这气人不啊？
用手机的弱格式拍的时候，咱不说占手机的空间，你往电脑导的速度也慢呀，它也占电脑的空间啊。导完之后还得一顿咣咣的猛调，调完之后你的弱格式，你说你删是不删？那结果还没有用默认模式直接 JPG 拍出来的效果好，我真妈气死了。不过呢，既然都跟相机比了，那上个三脚架拍个夜景对比一下，那不过分吧？那现在看到的对比呢，就是左边是用手机上了三脚架以后用 M 档拍摄的效果，右边是手持用自动夜景拍摄的效果，可以看到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啊。那 M 档的参数呢都写在下边了，我就不念了啊，你们可以自己看。那都上了三脚架以后，手机跟相机比会怎么样呢？虽然说颜色是有点差距的啊，但是颜色好调，这个无所谓。关键是解析力的差距啊，相机的解析力还是非常高的。现在是祖传神树场景啊，左边的照片还是手机上了三脚架用 M 档拍的，右边是站着拿手端着用自动夜景拍的啊，差距还是非常明显。那跟相机比呢，首先还是颜色的差距啊，但颜色还是好说啊，好调。最主要的差距就是解析力的差距啊，相机那边的解析力还是很恐怖的啊。那最暗的场景就是祖传神树 Pro 场景了，你们见过这个场景的全貌吗？那看来用手机上了三脚架用 M 档拍摄的效果还是很给力的啊，甚至效果已经超过了我们在这个场景测试的最强夜景手机的表现了。只不过那台手机跟今天的节目没有关系啊，所以也不用替它吹牛逼啊。那好，手机上了三脚架用了 M 档，跟相机比会怎么样呢？还是没有悬念啊，相机还是牛。而且你们也都看到了，相机的夜景全程用的都是 F4 的光圈，那么也就是说换一个狗头也照样赢。是不是还有一个录像没有说呀？那行，那简单说一下啊。现在看到的是相机拍的，现在是手机拍的，相机拍的，手机拍的，看出区别了吗？差别非常大啊！手机别反抗，别执拗，没法比。现在相机的优势反而最大的就是录像，手机上那些多少 K 吧，多少帧吧，没用啊，在相机面前没用。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该总结一下如今的旗舰手机跟相机比起来，在摄影方面的区别了。甭管索尼说几年的时候手机的画质能超过相机啊，但现在肯定还是相机的成像更厉害。本期节目比的也就是差多少而已。不过在结尾呢，我有些心里话要说，那就配着这些手机拍摄的照片说吧。这里大部分照片都是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 拍摄的，但如果你已经开始分析哪张是他拍的，哪张是别的手机拍的，那哥们儿，你离器材党有点近啊，离摄影有点远了。我曾经就是器材党，摄影最大的动力就是用最新的相机跟镜头，只要有新设备，什么上山下河呀，那都不是问题。照片拍了不少，器材换了不少，可我的摄影水平涨了吗？回想那些历史上杰出的摄影大师啊，就是那些玩摄影都该知道的大师，他们手里的摄影器材能有我手里的好吗？你们心目中那些知名的摄影作品，有哪幅是因为清晰度高才流传百世的呢？那肯定不是啊，没有一个摄影比赛比的是清晰度，比的是锐度，对吧？照片本身的魅力不是数毛，也不是奶油般的虚化。好的器材是可以让你更快乐的摄影，但是追求好的器材是没有边的，就像画画写字一样，再好再贵的笔也不能成就你的作品，能成就作品的只有你自己。我们的节目从一开始就鼓励大家参与到摄影中来，这个时代想参与摄影那很容易啊，器材不是问题，只有做才是最重要的。喜欢摄影不要只喜欢器材，像上面的照片都是手机拍的，能成像的设备就都能摄影。器材虽然分好坏，但摄影不论器材。OK， 到结尾了，希望您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